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多情。罗平订了烤鸭要给库伊苏吃，和志荣一起离开诊所。来富趁四下无人，准备放火烧药品储藏室，却不慎把汽油洒到自己身上。罗平和志荣买好烤鸭，在回家路上遇到库伊苏和慧君。库伊苏表示有东西忘在诊所，要回去拿，叫他们三人先回去。库伊苏一进诊所就闻到汽油味，发现药品室起火，急忙想救火，却被熏得昏倒在地。惊慌逃跑的来富撞到罗平等人，志荣闻到来富身上的汽油味，觉得可疑。来富问怎么不见库伊苏？此时传来诊所火灾的消息，众人急忙前往。罗平担心父亲安危，志荣奋不顾身冲进火场，救出了昏倒的库伊苏。后来消防队表示，火灾原因是人为以汽油纵火。志荣想起来富身上有汽油味，在大家的逼问下，来富才承认自己是被淑娟所逼。志荣深感抱歉。威廉故意将自己被成功做的影片放上网后，天星楼票数开始超越金成功，时时鼓励着大家，不到最后一刻都别放弃，再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反败为胜。志荣回到吴家，淑娟以为他回心转意，没想到罗俊回来和他当面对质，两人大吵一架。志荣丢下离婚协议书离去，淑娟随后找上卢平算账，因为火灾差点要了库伊苏的命，这次卢平决定不再忍让。慧君想劝两人冷静，却反受波及。淑娟撂下狠话，绝不会让罗俊回到卢平身边。这天，宇轩等人发现金成功干拌面票数止跌回升，原来是成功在官网放了自己创业初衷以及对佑星真诚告白的影片，观众买单，纷纷回头。宇轩和威廉选择召开记者会，想要批判金成功，不料弄巧成拙。威廉在记者会上宣布自己正在和宇轩交往，若赢得比赛，也将向宇轩求婚。宇轩气得离席，这一切都被诗诗看见，对文珍等人表示，他可以很放心会赢得比赛胜利。淑娟来向库伊苏赔罪并解释，库伊苏既不追究，也不原谅淑娟所为。没多久后，来富也来道歉，表示自己已经去警局自首，感谢库伊苏这段时间的照顾。淑娟在屋外拦下来富，两人起了争执。来富表示纵火案是自己所为，不会拖淑娟下水。慧君找玉莲订包厢，看见世昌签好名的离婚协议书。此时淑娟也刚好来查账，三个同病相怜的女人便在包厢里喝开，各自叙述不满和委屈。酒意正浓时，慧君主张别被男人牵着走，应该是自己主动要离婚。何方的淑娟和玉莲跟着附和，三人各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名，准备走向新的人生。妈，深夜里，慧君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，边骂三太无情，边将装有离婚协议书的信封投进邮筒。突然，一阵寒风袭来，慧君突然清醒，惊觉自己真的寄出协议书，后悔不已，想捞又捞不到，只好坐在邮筒旁等早上邮差来收信。不料一早邮差取信时，慧君正在熟睡，浑然不知。醒来后，马上找上玉莲和淑娟，发现他们都后悔，觉得两人很没义气，骂了他们一顿后，气得离去。干拌面票选期限这天，众人紧张地关注票选结果。金成功在最后5分钟逆转拿下胜利，成功等人兴奋不已。反观威廉和宇轩还在互相责怪对方。众人在海格的酒吧庆功，大家拱成功求婚。配音开心之余，将志成给他的戒指拿给成功，要他帮佑星戴上。成功真诚地向佑星求婚，佑星感动答应。隔天一早，配音告诉志成，成功求婚佑星的事，并将自己的戒指给了佑星，要志成也拿出戒指，让他拿去给成功。志成有些犹豫，小安借机劝志成听配音的话，志成只好将戒指交给配音后出门上班。小安在配音牛奶里偷偷加入安眠药，配音吃完早餐后，急忙拉着佑真出门找佑星。成功和佑星在公园见到配音，但配音却昏昏沉沉滚下楼梯，众人急忙将他送医。医生验血后，发现里面有安眠药成分，志成心里有数，佑真找机会打电话给小安，
要他做好心理准备。文珍要佳瑶去看望宇轩，看到宇轩独自喝闷酒，并哭着宣泄情绪，佳瑶一时意乱情迷，问了宇轩。宇轩一开始没推开，回神后便赶紧推开佳瑶，还打了他一巴掌。佳瑶向宇轩道歉，要他保重后离开。小安装病，表示配音吃安眠药的事和他无关。志成没戳破，表示要送配音回去给海格照顾。海格一见到志成就想揍他出气，但配音和佑星一直护着志成，海格才暂时原谅。不久后，佑星陪志成散步，志成将自己的为难说给佑星听，佑星很能理解志成，志成觉得和佑星真的很投缘。嘉纯为了经营网站熬夜，文章不舍，但嘉纯有经济压力，文章觉得经济责任应该由他扛起，但嘉纯觉得娘家的担子不该让文章来扛，两人起了口角，文章赌气去睡客厅，佳瑶和文珍逮到机会讥讽文章一番，但文章不以为意。文珍询问佳瑶宇轩的状况如何，文章警告佳瑶不准单独前往。威廉在酒吧遇到佑珍，威廉受不了佑珍的聒噪，迁怒隔壁桌，结果被揍得很惨。佑珍打电话告知云嫂，云嫂赶来，和佑珍合力送威廉回家。威廉的酒意稍退，哭着说自己是没人要的小孩。云嫂心疼，忍不住说出威廉是自己亲生孩子的事实。威廉难以接受，直接回房。佳玉劝嘉纯别为了工作忽略文章，嘉纯决定要找文章认错。嘉纯上洗手间，被疯狂粉丝跟踪，抢了嘉纯的背心。嘉纯追上前，没想到粉丝竟然被文章拦下教训。回到家后，嘉纯向文章道歉，两人重归于好。威廉睡醒后下楼，云嫂上前讨好，不料威廉表示昨晚喝醉，什么事都不记得，并要云嫂交回钥匙，不用再来打扫，摆明就是不愿相认。威廉话说完后便离开，留下云嫂独自一人痛哭。宇轩若无其事地和佳瑶讨论工作，但无意间又说出暧昧的话。佳瑶猜不透宇轩想干嘛，宇轩表示要和某位客户见面。佳瑶表示那位客户风评不佳，担心宇轩吃亏，决定陪宇轩去。文珍的眼线看到佳瑶和女生出门，急忙向文珍报告。文珍以为是诗诗，拉着慧君要去抓奸，但很快就被佳瑶和宇轩发现。云嫂郁郁寡欢，佑星追问，云嫂只说以后不需要再去潘家工作。佑星贴心安慰，云嫂觉得对不起佑星。佑星带云嫂到酒吧散心，刚好佑珍来看配音，配音拿着童书指向佑珍说假公主。云嫂和佑珍都吓了一跳，佑珍拉着云嫂到户外，要云嫂想办法解决配音。佳瑶和宇轩一起参加餐会，宇轩要帮大家点餐时遇到威廉，威廉讥笑宇轩勾搭文章和自己不成，现在竟然勾搭上佳瑶。宇轩觉得丢脸，冲去洗手间，佳瑶跟来极力安慰，宇轩才平复下来，且有种被保护的感觉。难道又是外遇的味道？文珍来探望秋红，为了装好媳妇，不仅服装做了改变，连说话也变得轻声细语。秋红、慧君和佳玉都极其不惯，但文珍强压怒气，继续装乖。众人都觉得伊是不是丢高？云嫂回诊，佑珍跟来，要云嫂想办法解决配音。这时，成功和佑星带配音来。云嫂看诊后，原本要去探望大庆，刚好成功和佑星有公事要先处理，佑珍便自告奋勇，先帮忙照顾配音。云嫂、佑珍和配音来到大庆病房，不料配音突然想起片段画面，认出大庆是引起火灾之人。云嫂和佑珍吓得将他架离，佑珍将配音骗上清洁车，还好出停车场，配音就跳下车跑走。没多久后，志成电话响起，小安看到是配音来电，便接起。配音说自己迷路了，小安问清楚附近环境，要配音别乱走。
志成回来后，小安借口有事离开，开车准备去接走配音。成功和佑星完成公事后，来到大清病房，不见配音三人，觉得奇怪，遇到云嫂和佑真。佑星追问了配音下落，佑真骗说上完洗手间就不见人影。佑星和成功急忙外出寻找，也是无果，只好报警。警察调阅监视器画面，发现配音爬上清洁公司的车。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多情。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，下周也别忘了持续锁定一周多情哦。喜欢的朋友们也请记得分享出去哦。